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剪刀不管多钝都不要扔，学会这一招，剪刀立马锋利如新。剪刀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小工具，我们的剪刀如果没有保存好的话，很容易生锈了，而且剪刀用久了就会变钝，一点都不锋利。剪刀不管多钝都不要扔，学会这一招，剪刀立马锋利如新。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剪刀。剪刀相信大家都会用到，像我们平时开个快递、捡个东西都要用到剪刀。剪刀用时间久了就会变钝。很多人会说了，那我不换新的也没办法啊。现在磨剪刀的老爷爷也不见了。我想着前几年在农村里还有很多老爷爷经常磨剪刀抢菜刀。现在磨剪刀的老爷爷几乎都不见了，很多人家中的剪刀就成一次性的，剪刀不锋利就直接扔掉。如果剪刀不锋利，剪东西也剪不断。今天就教大家一招不锋利的剪刀，瞬间变锋利的小技巧。我们平时买一把剪刀要10来块钱，贵的几十块钱。因为剪刀变钝，就换一把新的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磨剪刀的第一个方法，风油精的妙用让人称奇。它不仅可以清凉止痒，还能清除剪刀上的顽固胶质。当我们剪胶带、开快递时，剪刀上很容易留下胶痕。这些胶质如果不及时清理，不仅会影响剪刀的锋利度，还会缩短其使用寿命。只需在剪刀上轻轻滴上几滴风油精，然后用布擦拭干净，那些难缠的胶质就被轻松去除了。接下来就是白醋登场的时候了。白醋具有腐蚀性和清洁作用，是厨房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。没想到它还有让剪刀变锋利的功能。在清除胶质后的剪刀上滴上几滴白醋，注意控制量，不要太多。然后在锡纸上来回剪动几下。原理是，白醋能够与剪刀表面的金属发生化学反应，去除表面的氧化层，使剪刀恢复原有的锋利度。不需要专业的工具和技术，只需要家里常备的风油精和白醋就可以轻松实现。而且效果出奇的好，只需短短几分钟，一把原本钝口的剪刀就能焕然一新。磨剪刀的第二个方法，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盆，剪刀放到盆里面，接着要往剪刀的表面挤上一些牙膏。因为牙膏中富含一种特殊的物质，叫做研磨剂，可以使剪刀变得更加锋利的同时，还能去除剪刀上的锈迹。接着我们还要往盆里面撒上一些的小苏打。小苏打有很好的去污能力，加入小苏打一同去对剪刀进行处理的话，剪刀表面的这些脏东西就会被处理得非常干净。除了加入小苏打以外，还要再来加入一点点的白醋。白醋也有着很好去污能力，当它和小苏打、牙膏混合在一起的时候，还能够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，其去污的效果就会更好。加入这几样东西以后，接着我们要用筷子轻轻地搅拌一下，让它们溶解，并让剪刀浸泡上10分钟。接着我们要准备一个百洁布，然后用其背部比较硬的地方去轻轻地搓洗一下剪刀，把上面残留的脏东西给它洗掉。洗干净后的剪刀就新的没有区别了。磨剪刀的第三个方法，在家里只要用烤盘的锡纸就可以轻松磨剪刀。把锡纸折起来，再用剪刀慢慢剪，注意不要一刀剪开，重复张开闭合的动作，这样不仅可以除锈，还能让剪刀变得超级锋利。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省事，而且非常有效。另外，涂抹植物油可以保养剪刀。在碗里倒点植物油，然后把剪刀刃口浸入植物油中，
让整个刃口都涂上一层薄薄的植物油。植物油可以起到润滑作用，让剪刀切割更顺畅，还能防止生锈，延长剪刀的使用寿命。拿张普通纸来试试剪一些轻薄的部分，观察剪刀的切割效果。如果还不够锋利，就重复以上步骤，直到满意为止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容易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的话，麻烦您动动发财小手，点个赞，关注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磨剪刀的第4个方法，我们还可以准备一个易拉罐，先把易拉罐上半部分剪掉以后，再用剪刀的刀刃去剪一剪易拉罐。因为易拉罐虽然看着很光滑，但其内部依旧是非常粗糙的，剪刀在修剪的过程中就能起到很好的打磨作用。如果没有易拉罐的话，也可以用剪刀去剪，家里平时用的锡纸或者是铝箔纸都能起到很好的打磨作用。磨剪刀第5个方法，准备一个瓷碗，倒扣在桌面上。拿出处理好锈迹的剪刀，在剪刀的刀锋上挤上牙膏，并均匀涂抹。牙膏中含有研磨剂，能够进一步去除剪刀表面的微小锈迹和污垢。然后撒上食盐，用剪刀在碗底打磨。这个过程大约需要1分钟。打磨后，用清水清洗剪刀上的牙膏和食盐，然后用毛巾擦干，以防止剪刀再次生锈。此时，剪刀已经恢复了大部分锋利度。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，可以用钢丝球慢慢剪，以使剪刀更锋利。当然，也可以使用锡箔纸进行打磨，但钢丝球的打磨效果更佳。依次打磨剪刀的头部、中部和底部，确保每个部位都得到充分打磨。此时，剪刀已经焕然一新。试试打磨后的剪刀，轻松剪开纸板和纸巾，切口平整光滑，证明剪刀已变得非常锋利。磨剪刀的第6个方法只需使用废旧电池。像这样的废旧电池，如果没电了，不要扔掉。首先将上面的一层揭掉，露出里面的部分。准备好电池后，就可以开始打磨剪刀了。在打磨剪刀时要注意技巧，不要直着剪，否则只会让剪刀变得更钝，更不好用。我们要像钢针那样倾斜一定角度进行打磨。在打磨过程中要小心，不要用太大力气，以免损坏电池或剪刀。经过几次这样的打磨，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电池和剪刀完美地将剪刀打磨得非常锋利。我们试试打磨好的剪刀吧。无论在家里剪任何东西，都会变得锋利无比，就像新的一样。不需要花钱购买新的剪刀了，这样不仅省下了钱，而且非常方便实用。你学会了这个方法吗？学会了就赶紧试一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